有人說，如果蘋果做一台相機，就是這台相機；有的人說，他重新定義了相機應該長什麼樣子；有些人覺得他改寫了整個相機產業的生態。但是對我來說呢，在做了這麼久的評測跟相機的介紹，我們頻道也做了這麼多年，到現在為止，我認為它是我心中目前最難去介紹的一台相機。是什麼相機呢？沒錯，就是已經上市，而且我已經購買了，拖了非常久的 Sigma BF。那在繼續下去之前，先讓我們進一段不可略過的廣告。有沒有簡單一點的修圖軟體可以使用呢？我相信這是非常多人都會產生的問題。即便在頻道會員專區呢，我們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修圖介紹，但對於一個新手來說，好不容易搞懂光圈、快门、ISO， 接着呢到軟體裡面還要面對不管是調曝光、調對比、改那些亮部、暗部，甚至再往下一點，還有調曲線、調色彩分級，真是太煩人了，对吧？過去我們會說，那就只能直出嘍。但是現在是個 AI 當道的時代，現在各種有 AI 輔助的修圖軟體呢，如雨後春筍一般的湧出。例如想跟大家介紹一款真正的隱藏版寶藏 Luminar Neo。相信大家在網絡上可能有看過他們修復老照片的能力，雖然這項功能推出的時間不長，但效果相當出色。其他功能呢，包含了降噪，包含了人像的修整，包含了一般的自動調色，以及銳利化這些功能哦。這些新手常用到的功能呢，在 Luminar Neo 裡面全部都是具有的。同時呢，還可以做到誇張點，例如你要換天空，也是可以一鍵生成。還是那句老話，在你培養出興趣、往下深入研究之前呢，利用一些簡單的軟體哦，讓你提起更多的興趣，又有何不可？对轻度的玩家來說，上班已經夠辛苦了，回家實在是不想再研究修圖相關的事情。這時候 Luminar Neo 就可以幫上你這個忙。別再累積那些修不完的圖了，現在就到下方資訊欄看更多的資訊。另外 ，Luminar Neo 呢也可以跟 Photoshop 聯動，所以未來呢，如果你想繼續嘗試使用 Lightroom、Photoshop 之類的軟體哦，也可以直接從 Luminar 延伸到 Photoshop 裡面進行下一步的編修。那就讓我們回到今天的節目。一開始先講在前面 ，BF 的影片呢，這不是唯一的一支，預計在明年的某個時間，我會再錄第二支哦，介紹 BF 的影片。為什麼我在這個時間點直接預告我會再做下一支呢？不是因為我們接到業配，而是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沒有辦法很好的給予它正確的評價。在這段時間內呢，我幾乎看了網絡上各種對於 BF 的，不管是評測文也好，不管是影片也好，像很多認識的攝影師，像 Enzo 有出，像已知颶風也有出，可能像馬丁先生有出，他都有介紹很多關於 BF 的內容，其實我也都看了，但我一直有一個坎過不去，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該用什麼樣子的角度來介紹這台相機，甚至在我們前面的相機介紹指南呢，我在講到 Sigma 相機的時候呢，我欲言又止，我停在那個地方原因也是因為我不知道該不該去推薦或者不推薦這台相機。那為什麼這台相機會讓我這麼的難去評價呢？當初 BF 在公布出來的消息的時候呢，其實我非常的興奮啊，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 Sigma 的相機。我們先前也介紹過 Sigma 的 DP 系列然後我也很喜歡 FP， 但當年因為窮，我買不起 FP， 一直都很期待 Sigma 推出新相機，想說現在稍微有點預算了，出新相機我就買。終於呢 ，BF 推出了。它剛推出的時候呢，簡直嚇傻四方。內建記憶體，不能插記憶卡，極簡的外觀，把按鈕縮到剩下3顆這麼少。一個滾輪，幾乎所有東西能拔的都拔光了，連背帶的鎖孔都只給一邊連兩邊都不給，只給一個背帶鎖孔，就做到一個這麼極致、這麼簡單的相機，其實應該會是一台我很有興趣的相機。而且大家也知道，我在街拍的時候呢，我非常喜歡用28跟50這兩個焦段，28的隨身機有，35的隨身機有，我一直都沒有一台50開始的隨身機，所以我那時候想說，BF 來的剛剛好。因為 BF 呢，剛好能夠搭配 Sigma 我最喜歡的一個系列的鏡頭，就是 I 這個系列。那我很喜歡 I 這個系列的鏡頭，我覺得特別的好看。但是呢，我覺得它搭在 Sony 機身上面呢，我覺得也不錯。但我比較適合搭在 A7C 那樣系列的相機上面。我覺得搭在 A74、搭在 A1II 上面呢，好像還是沒有那麼合拍。這個時候呢 ，BF 出了。又剛好可以搭配我的 I 系列，我毫不猶豫的在 BF 訂購之前呢，我就先買了一顆 Elgaco 的50這顆鏡頭。你看，我就是期待到這種程度，我這顆鏡頭來了，就整個紙箱放在那個地方，我大概放了快半年，我的 BF 才到因為我馬上就下訂，但是其實也等了好一陣子。最終我收到 BF 之後呢，我拿起來拍了大概半個小時，我就把 BF 放下來。接着大概1個月呢，我都沒有再把它拿起來過。這又是為什麼呢？理由非常簡單。就是這個設計啊，我覺得我再多拍2張，我的右手無名指就會掉下來。它非常的
非常的歌手。幾乎每一個評測人都會說啊，其實沒那麼歌手啊，其實還好。我不同意，然後我就說了，我知道很多也是我的朋友，那我也很喜歡他們，我也很喜歡看他們的影片。我不同意，它就是一台会把你手指切斷的相機，我就是這樣子，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沒有推薦它的原因，因為它拿起來就是不合理。Sigma，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跨時代、非常有想法、非常任性，我應該要非常喜歡的相機，可是它真的很利。它利到就是我手真的要廢了，我沒有辦法拿它這樣拍照，我沒有辦法單手持着它，我沒有辦法不用我左手去扶它，因為我只用右手拿它，我根本抓不住它。每個人都說什麼重量還好，配上這鏡頭根本就拿不住，它就不是一台就是我會應該要推薦給大家的相機。扣掉握取的這件事情上面呢，它其實是好看的哦。當然每個人對美感的感受不一樣，我覺得它在操作起來的邏輯呢也是奇妙的。它的設定上來說，它就是透過了上面有一個小小的螢幕窗，你透過轉動的螢幕窗的各種選項，它是一直循環的。也就是說，當你今天要調整光圈、快門、ISO 的時候呢，要一直按右鍵去循環。那這個循環的內容有哪些呢？包含你檔案的格式，包含你調色的風格，包含你的白平衡，都在這個循環鍵上面。它的邏輯非常的簡單，但對於一個要做街拍的人來說，我今天調完了快門之後，我要去調 ISO， 我的中間可能會不小心路過，我要儲存什麼檔案格式，我要調整白平衡，我要一直轉、一直走，才會走到我要調整的那一格。人都走了，光都沒了，然後鳥也飛了，他就 Why？ 為什麼？我覺得它在設計上確實是走很極簡，但也是一如我對 Sigma 的印象，它也沒有在管你要怎麼使用的。但其實後來稍微冷靜了一下之後呢，我仔細的思考一下，其實想想也是，當年的 DP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當年我們都在笑說，你按一張照片，你要等7秒鐘才能寫入，至少現在它寫入速度是很快的，至少它现在對焦是快的。我還奢求些什麼呢？所以我後來隔了幾個月之後呢，我又好好的把它帶出去拍了一些照片。撇除掉我的右手呢，就是已經截肢再把它裝回去這件事情之外呢，我覺得確實它給你的影像品質呢，真的還是好的。它的機身內建調色呢，我認為是目前我用過所有相機裡面，我覺得機身調色最推薦的。它的 TNO 呢，我覺得真的很好看，我覺得是現在你在 IG 上面，在Threads上面呢，大家都很喜歡的顏色。不管是光線好，甚至是陰天，它的好幾種內建調色，包含黑白的模式，我認為都是數一數二的好看。甚至我直接爆言，我甚至覺得比富士、比 Sony、比什麼的機身調色都好看。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成為了一台讓我很難去評價的相機。我只要一拿起來，我就充滿了對它的諸多不滿。但是我按下快門的時候呢，又覺得哎呀，它拍起來照片還是挺好看的。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說今天這個影片我會分成今天是第一集，簡單的做一個介紹，跟未來還會再出一集呢？因為我決定要做一件我本來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幫他訂了一個手把。我決定加上手把之後呢，好好的再用個半年左右，再來做一個比較長期的評測。我覺得這一台相機啊，它就2個、3個、4個致命傷。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握感，我覺得握感是不行的。我坦白講，蠻多觀眾有問我說推不推薦 BF， 我的回答都是一樣的，你一定要找一家實體店，裝上鏡頭之後，你拿起來拍超過10分鐘，你再決定要不要購買，因為這樣子拿着很痛。我現在我可以說非常的痛，就是它的這個重量啊，只要壓在你的手指上啊，就很痛。你一定要用你的左手直接抓住。每個人都跟我說這邊有倒角，然後這邊有削邊，沒有用。你的手只要有接觸到這台相機邊緣的地方都會痛，你連這樣子捏的相機也會痛，它就是這麼的銳利。所以在使用它的時候呢，你必須要一手抓着鏡頭，你應該要讓全部的重量呢都用你的左手支撐在鏡頭上面來支撐這台相機，你右手單純是調整參數跟按快門就好了。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手即便只是碰到這台相機跟鏡頭交界的這個卡口的邊緣也會痛，它就是一台這麼銳利的相機。到底為什麼？為什麼要把邊收的這麼的銳利呢？它如果邊緣是你知道嗎？全部都是順的，我對這台相機的評價呢，應該會加70分。那現在大概對我心中大概是20分，只要我一拿起它來，大概是20分，因为真的是太。其實我蠻好奇的，就是我看到大家很多人都還是在用這台相機很好拍照，我都覺得你們真的不痛嗎？真的不會痛嗎？我覺得真的好痛啊！那
我覺得能夠改善這個方式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加手把。所以接下來呢，未來呢會幫這台相機加上手把之後呢，再去做更進一步的測試。那我相信啦，這台相機大概就是第一個握感的部分，第二個部分呢，它的續航力。它的續航力呢，大概在280到320張中間，那你就必須要去換電池或充電。那另外就是它的選單的操作邏輯，我覺得對於你想要快速拍照的人來說非常不方便。我甚至不論它機身本身內部的一些性能我覺得它的对焦性能、反應性能那些東西，大概介在 A73 到 A74 中間。你真是拍人像什么？臉部都還是抓得到。之前有拍一期節目，然後我幫玉涵拍了一些照片。我在拍玉涵的時候，我非常痛苦因為我要轉成直幅。轉成直幅之後呢，我無論轉左邊或轉右邊，一邊你要把相機推出去，你要去找不同構圖，一邊這台相機的重量就會壓在你的手上，那就會感受到那個很尖銳、那個銳利的感覺。那另外就是它發熱的程度呢，也算是蠻高，因為它整體是一塊金屬一體化成型，這是它的優點，同時也是一個小小劣勢，就是它發熱情況其實蠻明顯的。像我們頻道有很多觀眾反映說 GR4 用起來蠻熱的，我們那天有實際上比較一下，玉涵拍了一波之後，我拍了一波之後，一摸這台相機還是比較熱。那為什麼網絡上沒有那麼多人去反映發熱情況呢？因為我相信用的人比較少，所以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問題。但還是要說，它有非常多很酷的地方，比如說你輕輕摸在播放鈕上，它會顯示上一張。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棒的設計。你輕輕摸一下，你就可以馬上看到上一張。你用力按下去之後呢，它就會進入播放的模式。可是有時候我們只是拍一拍，我們只要快速看一下上一張，輕輕的把手指摸在上面，就可以看到上一張了。我覺得這點很好。再來就是呢，這個熒幕啊，非常的漂亮，超級漂亮。我很想要把這塊熒幕挖下來，裝在我的 A1 II 上面。就是它的熒幕極度細緻。你就是在拍的時候呢，你看到那個畫面就覺得哇，有這台相机真好那你感嘆同時呢，又覺得右手開始有點痛，大概是這樣子。另外呢，它在調整在半按快門，就是你已經半按快门對焦的時候呢，你可以轉這個波輪，就轉調整參數的波輪，它會自動切成跟曝光調整有關的。如果你在 M 模式的話，它会變成快门速度，就是你这一邊在半按快门的時候，你直接轉就可以轉到快門速度。如果你是自動模式的話呢，一邊半按快門的時候呢，它直接轉，它會變成 EV 值。我覺得它在這個人機互動的這個設計上呢，我認為是現在最領先的梯隊。最有趣的就是它同時擁有了某種程度上對我來說，我覺得最有趣的拍攝體驗，同時呢也讓我感受到了最差的拍攝體驗。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做这台相機。很多人已經問說，怎麼 BF 一直不出？就是不是買很久了嗎？怎麼都不出？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就是你知道嗎？我第一次坐在這個地方，我不知道能講什麼。我覺得它很棒，還有等那樣的一台相機。講到這邊，如果今天你對這台話都不會講了。如果今天你對這台相機有興趣的話呢，我強烈的還是建議兩條路，一個就是你先去拿實體的相機感受一下那個他割手那個感覺，你能不能接受？第二個呢，就是不要猶豫了，直接買手把。很遺憾的就是這次那個我們的鐵頭沒有業配，但我覺得鐵頭的手把看起來蠻好看的，所以我訂了一個。那接下來呢，明年度2026年，我把它裝上手把，然後呢，可能它會偶爾會出現在我們頻道的一些節目裡面。那希望到明年年中的時候呢，能夠還它一個清白，去除掉了它我覺得它最大缺點的一次的評論大概是這樣子。因為我覺得這一台買了也有一段時間了，然後我知道因為太多人在問了，那我覺得不出又不行，但是我又還沒有想好一個很好的角度來介紹，所以希望大家看完這一集之後，大概可以感受到，我認為它在整個相機的設計跟操作的體驗上，它同時帶有最好跟最不好的部分，但這就是 Sigma 的相機，它絕對是一台會讓你覺得很有趣的相機。但就這樣，我們下期再見，我是刀子，拜拜。